一道身影闪现，千钧一发间将袭来的剑矢接下，反之而出，将来人击杀。显然此人是位绝世高手。他冲入人群，掌力过处，周身大内高手皆被震退。但见他双掌交错，内力爆发，湖面瞬间炸裂，船上的锦衣卫皆被其恐怖的真气震伤。眼见危机解除，女子立马上前道谢：“谢谢先生救命之恩，以后小心点行事。”我叫朱翠，以后有什么事情要帮忙的话，记得来找我。看着身前的少女，男子却并未多言，转身离开了此地。原来女子正是当朝皇叔之女，此次遭到大内高手追杀，却只因其父鄱阳王被诬陷私藏至宝长生秘术。据传闻，数十年前，东山王爷召集天竺神医，欲寻求长生之术。神医首领潘塔天纵奇才，不仅一手组建了天竺红叶派，还研究出了长生不老之术。相传依照金玉衣和药精练功，便可达到佛家红化的最高境界，肉体成佛，长生不老。不料当王爷拿到至宝后，却反将神医尽数击杀，欲要独占长生之术。王爷，这啥？如果世上人人都能长生不老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潘塔大怒，他飞身而上，将药精夺回，并趁机挑下了宝衣之上的玉片，逃离了中原。东山王爷大怒，立马下令追杀，并放出消息是潘塔为了长生术将众神医杀害，因此红叶派内乱，潘塔被杀，长生术的秘密就此淹没。为了完成祖先的遗愿，作为潘家唯一的后人，潘佑迪却自小勤练武功，家传冰玉刀法已然小成，立誓要找回长生之术，为先祖洗脱冤屈。而同样窥视此术的，却还有东厂的首领曹宇。明朝末年，宦官专权，皇帝却整日沉迷于酒色，不问政事。为了找到长生之术，曹宇却谎称鄱阳王领地的古墓中有大批财宝。皇帝听闻大喜，立马下旨挖掘。得知此事的鄱阳王大惊，只因传闻古墓有诅咒，擅自挖掘必遭天谴，但皇命难违。次日，鄱阳王带领众人来到古墓前，不料却遭到了百姓的反抗。千万不能启开古墓啊，要遭天谴呀！而曹宇却下令将反抗之人击杀。看着身死的无辜百姓，鄱阳王大怒道：“曹宇，我要到皇上那儿去参你！”眼见鄱阳王离开，曹宇却不肯罢休，担心古墓机关，他命人将村中男子抓来，为其开路。一心寻找长生术的潘佑迪一时混入了人群中，但古墓机关重重，众人死伤惨重。潘佑迪无意间却发现了父亲的遗骸和潘家丢失的冰玉刀。就在此时，其胸前吊坠光芒闪过，身前佛像大开，正是潘家遗世已久的金玉衣。潘佑迪大喜，正欲上前，不料周身山石倒塌，一身影闪过，将宝衣夺走。此时曹宇赶来，看着空空如也的佛像，他却瞬间大怒，不想自己大费周章寻宝，却为他人做了嫁衣。而古墓在鄱阳王领地，想来定是其所为。次日，曹宇却谎称接到密旨，将鄱阳王带走，并派杀手将其家属击杀。关键时刻，潘佑迪现身，将其女儿救下。而在其属下常威将军的掩护下，众人顺利逃离。另一边，众人回到京城，曹宇却串通马飞，诬陷鄱阳王等人联合欲要谋反。皇帝听闻大怒，立马下旨查办。待常威赶到京城，鄱阳王等人却已然被打入死牢。为了找到长生术，曹宇却暗中对鄱阳王动刑。得知此事的鄱阳王却嘲讽道：“这些宝物没有落到你这等小人之手，本王也是个欣慰，大刑伺候。”为了救鄱阳王性命，常威却跪在京城门口为其求情。见状，曹宇却低声道：“将军可否知道古墓少了一件宝物啊？”宝物？难道曹大人以为鄱阳王私藏宝物？看着疑惑的常威，曹宇却眼神冰冷，转身离开了此地。另一边，得知曹宇下令追杀鄱阳王之女，潘佑迪立马前去营救。而当其看到船上出手的男子时，瞬间大惊，湖边的他立时陷入了回忆。数年前，初出茅庐的潘佑迪因潘塔之故，却遭到了红叶派众人的追杀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是潘塔的后人，天竺的潘，人人都要诛之，杀！剑芒闪过，来人身体瞬间爆碎。看着身前的神秘高手，潘佑迪却再也支撑不住，晕倒过去。夜里，在男子悉心的照料下，潘佑迪转醒，看着数次出手相救的男子，潘佑迪却轻声道：“你救了我2次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”我叫海无言。数日的相处，二人却互生情愫，私定终身。但二人却均有使命在身。海无言因为父报仇，欲要上南海不乐岛挑战天下第一高手白鹤高丽，而潘佑迪则是要寻找先祖遗失的长生术。于是二人约定再次相见之时，便一同浪迹天涯，双宿双飞。临行前，潘佑迪将装有天竺恒河之沙的护身符相赠。不料数日之后，潘佑迪却在湖面上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海无言，瞬间大惊，他运起全身内力，欲要为其疗伤，但却毫无作用。此时的他却瞬间想起作为潘家圣女所发下的誓言：潘佑迪，身为潘家圣女，遵守祖先法度，永不出谷，永不动情。若有违反，欲受轮回之苦，永受煎熬。不想誓言竟真的应验，看着怀中的海无言，潘佑迪悔恨不已。他立时再次起誓：老天爷，你发慈悲，我愿意把所有的惩罚都加在我一个人的身上。如果海无言能
不想其话音刚落，身旁濒死的海无言竟奇迹般的苏醒。潘佑迪见状大喜，但想到刚才发下的毒誓，担心海无言安危，他却毅然地逃离了此地。想到二人再无相见之日，潘佑迪却悲痛欲绝。另一边，为了打探父亲鄱阳王的消息，朱翠只身前往客栈，不料半路却遭到了东厂高手的追杀。关键时刻，潘佑迪现身相救。看着面前的黑衣高手，海无言立时飞身而起，二人双掌互对，看着熟悉的眼神，他瞬间大惊。趁其分神之际，潘佑迪却闪身迅速逃离了此地。见状，海无言却不管不顾，飞身追赶。竹林中，想到已然消失3年的挚爱重现，却依旧不肯相见。海无言却痛苦道：“我夜夜等着你的消息，夜夜等你回来。如今既然相遇，你却又为何避而不见呢？你可知道这3年来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生不如死啊！难道你真的一点情没给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听着海无言真挚的告白，一旁的潘佑的确心如刀绞。不料此时悲伤过度的海无言却内伤复发，口吐鲜血。见状，潘佑迪大惊，一旁的朱翠却低声道：“那个潘佑迪到底是什么人啊？”如今挚爱依旧不肯相见，海无言却心如死灰，不再理会一旁的朱翠，径自离开了此地。躲在暗处的潘佑迪却再也抑制不住，痛苦落泪。回到草屋，海无言却因伤势过重晕倒过去。此时潘佑迪现身，再次出手，以身后内力将其伤势压制。次日，海无言转醒，却一言不发。看着面色痛苦的海无言，朱翠却开导道：“我告诉你啊，一个人呢会遇到很多事情的，但是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只要敞开胸怀，所有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的。”不想海无言却并不领情，狠声道：“我跟潘佑迪的事不关你的事。”不管就不管，等着你的佑迪来赢你吧。另一边，南海不乐岛使者不乐君子无名现身，并强行将本地富豪抓入满翠楼，收取其财物，号称不乐之捐，如若不交便会遭杀身之祸。你要多少？320万两。多少？320万两。荒唐！嘿，你就别做梦了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？我都要听你的。这样不太好吧？你的另一只胳膊就会绑不住的。什么？胳膊？但见他转动手中折扇，一道真气击出，来人手臂瞬间爆碎。不想面前温文尔雅的不乐君子竟如此凶残，众富豪立时吓傻，表示愿意捐献。见状，无名却微微一笑道：“蜡烛真是不点不亮，早点听话，不就没事儿了？”经不乐岛一事，满翠楼已然成为焦点。海无言提议让朱翠带家人前往云南，远离是非之地。次日，众人正欲离开，不料半路却遭到了东厂首领曹宇的阻截。本座曹宇，执掌东厂锦衣卫提督，奉旨肃清叛逆原鄱阳王全家大小，解经候审。知道来者不善，朱翠却飞身而上，立于轿顶，厉声道：“听说曹公公武功盖世，今天终于可以试试。”但见朱翠拔剑飞身而上，剑气过处，周身竹竿瞬间爆碎。二人交手，剑芒掌劲互撞。作为大内第一高手，曹宇的功力显然远在朱翠之上。他掌劲刚猛，竟无坚不摧。朱翠一时间却只能狼狈闪躲。就在他欲下杀手之际，林间却传来了悠扬的笛声，笛音过处，众人皆痛苦惨叫。曹宇却眼神冰冷，他猛然抬头，反手一道真气击出，一道身影自半空缓缓落下，正是不乐岛使者不乐君子无名。明白其意是为了争夺长生树，曹宇却微微一笑道：“你是想要人？不错，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功夫。”但见曹宇汇聚内力，单掌攻出，真气激射，却被无名轻松躲开。二人隔空互对掌力，空中瞬间炸裂，却是不分胜负。此时一女子飞身赶来，她单掌挥动，强横的真气爆发，周身锦衣卫身体瞬间爆碎。她汇聚内力，凌空虚抓，身后锦衣卫立时倒飞而出。曹宇见状，立马回身攻出，二人掌力互撞，恐怖的真气瞬间将锦衣卫撕碎。此时曹宇却微微一笑道：“相将一别有3年了吧？想不到风岛主风采依旧，武功也有了不少长进。”原来面前的女子正是不乐岛3岛主风来仪。传闻此人武功绝顶，已然练成失传的无形剑气，杀人如麻，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。如今风来仪亲至，知道不敌，曹宇却笑道：“不乐岛3位岛主的面子我买了，从今往后的事情，咱们走着瞧。”眼见曹宇逃离，朱翠却立马上前道谢：“多谢姐姐救人之恩，永铭不忘。不过现在都有不便，就先告辞了。话还没有说过要放你走呢。”当看到朱翠脖梗处的伤疤时，风来仪瞬间大惊：“你是什么时候的出生？今年多大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是我的孩子。”听闻朱翠大惊，只因她自小出身皇室，显然不可能是其女儿。风来仪却认定她便是其17年前丢失的孩子，并扬言要将其带回不乐岛。朱翠听闻大怒，转身欲要离开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风来仪却微微一笑，凌空虚抓，朱翠立时倒飞而回。关键时刻，一男子飞身而上，将其救下。见状，风来仪大怒道：“
大胆！你是谁？竟敢多管闲事！今天暂且放过这位姑娘，如果她月有缘，自当相见，何苦拘泥于今日？今天我不许你带我女儿走！但见风来仪单掌攻出，强横的真气席卷而来，男子回身迎击，竟瞬间将其掌劲击散。风来仪立时闪躲，见状，男子却带着朱翠离开了此地。待二人赶回车队处，朱翠的家人却已然被掳走。如今家人生死未卜，朱翠却悲痛欲绝，想到定是不乐岛所为。夜里，朱翠却不管不顾，欲要上不乐岛救人。见状，海无言却厉声道：“你看，当年我为报复仇，勇闯不乐岛，结果被高丽的梅花掌打伤，这个伤已经跟了我3年。”不想武功盖世的海无言亦是不敌不乐岛岛主，显然自己贸然前去定是有去无回。看着身前的少女，海无言却缓缓道出了不乐岛的来历。原来数十年前，不乐岛曾被一位黑道高手占领，便是不乐岛岛主云中玉，而此人却是位武学奇才，自创了傲视武林的诡异身法醉金乌，而继承此身法的便是其大弟子，如今的天下第一高手白鹤高丽。作为不乐岛的大岛主，高丽不但将其身法尽数习得，更是创出了威震武林的梅花掌。传闻此掌法一经施展，能破金刚不坏之身，掌力刚猛无坚不摧。而此人的功力却已如化境，不在其师父云中玉之下。二岛主攻一刀，此人虽是独臂，但却练成了天下最快的刀法迎风一刀斩。传闻此人出手皆一刀毙命，从未出过第二刀，其功力仅在白鹤高丽之下。此时海无言却告知，其父正是鄱阳王手下大将，为报其知遇之恩，故数次出手相救。而想到不乐岛的实力，朱翠却心中沮丧。次日，担心海无言伤势，潘佑迪却来到竹林看望。赶到屋外之人，海无言却飞身而出，看着身前的潘佑迪，海无言大喜，他上前一把将其抱住，轻声道：“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的，你是我的友人。”听闻潘佑迪却感动落泪，但转念想到其誓言，担心海无言安危，却迅速将其挣脱。为了让海无言死心，潘佑迪却狠声道：“我的心已经变了。”不再理会痛苦的海无言，潘佑迪忍痛离开了此地。